因为公寓有个问题啦，就是它可能会这样掉队。掉队是指说一个大涨周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政令，可能是怎样，突然这样戛然而止。比方说2020年开始狂涨到2022年，突然就冷掉了，真的突然就冷掉了。你不要站在2024年的今天回头看，就觉得说一直都大涨，没有。2020年到2022年的大概 Q3 吧，市场突然就冷掉了。我都有在看那个时候还出现什么房仲失业潮都有上新闻这样。是后来到2023的8月1号，新青安点火以后才猛烈起来这个房地产才迎来这个大涨周期。那2020到2022就怎样？这时间太短了，还没有轮到公寓涨，市场就冷掉了，真的这个就是最后一棒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啊，公寓就是一个本金的垫脚石啦除非你要等都更，不然或者是你要长期收租，不然你买公寓大概只是想要扩大你的本金而已或是在一个大涨的初期，你钱都花完了，然后又剩下几百万那你就现金买一间便宜的公寓，就不要贷款你可能都不要去装潢都可以，你就这样放，然后来等那个一个大涨周期的尾声来扩大你未来手上本金用的。贷款条件不好，走5年的剧本会让你随时陷入危机的话，我建议你这样做。如果你贷款条件很差，那你还可以自产买房吗？先说结论那你就不要走我们这种都放到5年以上的剧本嘛。这里就很技术了，你就要挑2年之内会大涨的那你就可以换那你就可以买嗨，我是买房阿元，订阅买房阿元，我先祝你老了有房也有钱。我们在上一支影片聊了买房可以把它当做股票这样子在买吗？如果你还没看的话，可以看一下。那今天我想跟你讨论贷款条件不好可以买房自产吗？接下来聊一下一个会员问我的问题。你加我会员还有一个好处嘛，就是你问我问题，我会帮你打马赛克以后，然后来拍影片嘛，对不对？这种也当作是一种回答。他的问题是他今年50几岁了，然后薪水3万多那有一间已经缴清的房子在自住，那他想要再买一间房子自产那有些问比较熟的银行跟他说，因为他条件不好，可能只能贷给他500万跟20年这样，所以他就来问我说，如果银行给的条件这么差，那还应不应该买房自产？先说结论，可以啊其实这蛮常见那不是人人都有新青安这样子，都40年什么的，但是你就变成你不要走一般的买房的剧本，因为银行只愿意贷给他最高500万，然后20年，因为他收入比较低嘛然后我算了一下，他这样子每个月最少要还到22000块，可是他一个月薪水只有3万多块他说他自己一个人生活自住他不用房租嘛，自住不用房租，所以没关系，他就是省一点就好。但是这个还款不得不说，这个对他来说还是很吃力的。那当然房子租出去以后还有租金收入啦，但是又不能保证月月都满足，所以还是要抓保守一点。所以你要知道，贷款条件不好的买房剧本。那如果是我遇到这种状况的话，我会走的剧本就是去买一间老公寓找地段好的，就好好抱着等大涨周期就这样。等到大涨周期的尾声，把你的老公寓涨完了，那你就卖掉。那你就不要管说我们之前讲什么至少要5年以上那你只要持有到2年以上，你就可以卖了。我们在等5年到底在等什么？除了等重大建设以外，就在等那个房地合一的税制嘛，更新成20%那你2年以上未满5年你要卖，你就35%嘛那35%就35%这没关系就给他扣，那你就装潢翻新一下，然后看有多少能折抵就折抵，中介费什么拿来折抵，然后剩下35%就照缴就这样。因为你手上想要一个比公寓好的产品的前提就是你的钱要变多你的本金要高你假设今年是50岁的时候你买然后3年后把它清掉此时你53岁那你可以再跑一次这个首购的剧本如果政策没改的话那应该是还可以再贷20年甚至因为你是首购搞不好有一些比较赶的银行愿意给你贷到25年这个是有机会的，因为首购现在是人道走廊嘛但这个的前提是你手上的本金要够你不要说你50岁能拿出来的头期款跟你之后53岁54岁拿出来头期款还是一样少得可怜，对银行来说你条件就不好不好他就不会给你高的贷款那你的本金就是自己把它扩增就对了，你的年限只会越来越短，因为年纪的关系可以贷年限只会越来越短但你能努力的是本金的部分那本金你就用老公寓去凑
就算银行一样给你贷款500万20年的剧本，但是你手上的钱就变多了嘛，你还是可以买到更好的房子哦。那这样的操作应该能够让你的未来越来越好。这样，最后你要知道，买房置产要趁早哦。最后还是要来重申一下，买房置产这件事情啊，越早上车越好哦。像跟我讨论的这个会员哦，他卡到问题就是年龄啊，年纪加贷款年限要小于等于75啊，这目前是银行的天条哦。所以他在贷款哦，银行敢放到25以上，我已经觉得很挺他了。哦，那今天如果是一个25岁的年轻人，然后领个薪水3万多，哦，这多合理啊！哦，那他去用了新青安银行哦，说不定都可以给他放到40年。哦，那当然现在大家现代风波哦，那不会给那么好的条件，但如果是比较宽松的时候，都很有机会哦。所以买房置产这件事情，它先天就是对年轻的人更有利哦，先天就是这样哦。那你也不要酸什么年轻人哪有钱买房子，那是因为你看的房子都太好了哦。如果你一个刚出社会的年轻人，你买双北的房子哦，那真的是你爸妈很有实力哦，不然你就是人中之龙这样。你是年轻人的话哦，没有关系哦，那你就慢慢努力，你不要一开始就买到什么正三房电梯什么的哦，那你就买一个鸟公寓又怎么样哦？那你就工作10年哦，然后买一间鸟鸟的公寓，先来上房地产车再说嘛。我跟你讲哦，买不买得到，一定买得到，因为冷盘的时候，房地产冷盘的时候到处都是哦，那个老公寓哦，随便你挑。买房子很硬哦，我知道很硬哦，但你就不要一开始就要买那么好的。我跟你讲，3房2厅又有平面车，这种房子叫做好房子。你刚开始就不要选那么好的房子嘛，你从老公寓开始嘛，还是会有机会上车的。新北你就给他买到汐止啊那种地方去哦，那没有关系啊哦，因为你很清楚知道那个只是过渡而已。讲完了，我们整理一下，今天我们讲哦，贷款条件不好可以买房置产吗？哦，那我先跟你分享一个会员的问题，他现在50岁，然后薪水3万多，银行只愿意给他贷款500万20年，所以他问我这样是不是不要买房置产比较好？那我的看法是还是可以啊，但你就不要走5年剧本哦。如果这间房子买了超过2年，然后有遇到大涨啊，就可以把它拿去卖掉换钱，然后再去贷下一间房子，因为他手上的钱就变多了嘛，所以他就可以换到更好的房子来置产，银行也有机会给到更好的贷款条件，这样重复操作过几次哦，应该会有不错的收益。但我还是建议啦，买房这种事情就是这样哦，能早点买就早点买啊，不然你老了你就卡到年龄哦，那年龄加贷款年限要小于等于75这一条，我也很难想象这个要把它扩大成100，难啊，怎么会哦？所以目前短时间之内，至少10年以内，我们不会看到去调这个东西。买房子还是越年轻人越有优势哦。那你看这个位会员，他早10年买房的话，他可以操作的剧本就会多很多很多了。买房要趁早哦，真的是趁早哦。对，我先告诉你3个东西哦。第一，我的付费会员频道1个月月付250，好，这个欢迎加入哈，直接抄我做的房地产作业就好了，这不香吗？哦，你自己去看会员影片的封面，讲的议题啊，都比平常的影片猛上好几节。好，那会员的问题哈，我也会认真回答啊，不是会员我就简单回答，这拍谁这没办法，这个问题实在太多了。好啦，第二个，置产高雄。好，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这个是我长期配合的房仲店，台湾房屋美术执行店，这个不赘述了，以前的片尾都讲过，反正已经有超过2000位观众加他们，也超过50几位观众跟他们买高雄低总价自产的房子，你也可以加他们，他们会不定期的 po 自产用的房子，好，那他们的赖 ID 是小老鼠勾勾勾勾勾5个勾，小老鼠勾勾勾勾勾。第三个，自产台北新北买房阿元观众专用赖，刚刚讲高雄的吧，现在台北新北的专用赖，如果你是钟情于台北市、新北市房地产的朋友，那你就加这个赖，这个是我台北市房地产的前辈，当然啦，台北市的本金门槛就很高哦，你自备要超过500万，这个就是常态，那你就自己加入以后跟助理去描述你的需求吧，他的赖 ID 是小老鼠掰台北BUYTAIPEI，小老鼠买台北，这样讲八卦。那当然啦，老公寓这种产品，它就怎样最晚涨，一个大涨周期不同类型的房子是轮着涨的，它不是一起涨的那老公寓就是最后一棒我自己的手感是这样，我讲给你听我说的是高雄市的正市区高雄市正市区，其他地方可能会略有不同，像有的地方啊就没有大楼嘛，就都透天嘛那你就不适用。我自己在高雄的正市区，我的手感是这样。当然，第一棒就是预售的大楼案先涨，预售大楼案
再来是新成屋的大楼哦，再来是中古电梯大楼哦，再来是透天哦，也还不是那个公寓哦，再来是透天涨价的时候，最后一棒才是公寓哦。公寓都涨了哦，在我现在看来，我认为就是大涨的最后一棒哦，也就是说，一个城市这样涨价涨到公寓都来明显涨价了，这个大概就可以判断是大涨的尾声了哦。因为在大涨的时候，大家手上的钱都怎样？宁愿先去追强势产品，公寓几乎没有人要看了，真的。你有钱你怎么会先去看公寓哦？大家把钱都花的差不多了，才回头看一下瞄一下公寓，剩下零钱可不可以买？这样我说的零钱是真的哦，因为我们高雄哦还没有台北那么变态啦哦。真的都花完了，手上剩下个300-400万，你现金买一间公寓是做得到的。其他的产品哦都贵起来了嘛，你看大楼、新成屋、中古电梯都贵起来了哦。此时公寓会怎样？它因为价差被拉开，所以它会相对便宜，就会有买盘跑进去买。这时候就会出现很多安慰自己的话。我说，如果你是自住的话哦，那到时候你买的钱应该只剩公寓，那你就会出现安慰自己的话哦爬楼梯身体比较健康这个没公司的物美价廉。这个公寓3房哦，使用空间很大哦，比新房子3房好这个运气好，我要是这个公寓哦，等到都更我就发大财了哦。你要这样买，你才买得下。在大涨尾声的时候哦，这个打扫战场的时间哦，剩下的都是比较没有钱的族群哦，那他们最适合买的公寓。他们最适合买的产品就是公寓哦，没有错。就专业房东哦，在那边买公寓来隔套收租，这个族群不算哦，因为他们是有几百万的现金可以去整理房子的哦。他不是说他买公寓是为了隔套收租，这种不叫做比较没钱的族群哦。那这个比较没钱的族群就是就真的他手上的头想捏一捏哦，大概只剩个150，好，那他大概就是只能看公寓。那公寓也一定会涨哦，因为它是一个大涨周期的晚期。最便宜的东西一定会有人买而且它公寓大概贷款成数是没有什么大问题的哦。它一样套房又卡另一个天条15坪以下，公寓大概坪数都有超过，那都有超过的话就来谈嘛，你只要建价建得到都没什么大问题。一定有人说，那这种东西最便宜的东西，一个城市里面最便宜的房子一定会有人买的哦。那只是说我建议啦，还是要赶快换到强势的产品会比较合理。因为公寓有个问题啦，就它可能会这样掉队是指说一个大涨周期可能会发生什么事情可能是政令，可能是怎样，突然这样戛然而，比方说2020年开始狂涨到2022年，突然就冷掉了，真的突然就冷掉了。你不要站在2024年的今天回头看，你就觉得说一直都大涨，没有，2020年到2022年的大概 Q3 吧，市场突然就冷掉了。我都有在看那个时候还出现什么房仲失业潮都有上新闻这样。是后来到2023的8月1号新青安点火以后才猛烈起来这个房地产才迎来这个大涨周期。那2020到2022就怎样？这时间太短了，还没有轮到公寓涨，市场就冷掉了，真的这个就是最后一棒它的问题。所以我认为公寓就是一个本金的垫脚石啦除非你要等都更，不然或是你要长期收租，不然你买公寓大概只是想要扩大你的本金而已或是在一个大涨的初期，你钱都花完了，然后又剩下几百万那你就现金买一间便宜的公寓，就不要贷款你可能都不要去装潢都可以，你就这样放，然后来等那个一个大涨周期的尾声来扩大你未来手上本金用的。那既然是公寓这种产品你有得选的情况之下，你就不要浪费珍贵的第一屋、第二屋高额贷款息位了不然这用在公寓上都有点浪费我比较不喜欢做公寓，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我看我前辈他们买公寓每次买那个老公寓都要大整理，像他讲说什么以前买个4楼的公寓4楼公寓才花大概220万，然后漏水壁还简单装潢整理就花掉150，这我花不下去啊，反人类啊，对啊那台北是可以，为什么？因为台北的公寓动不动2000万，我说台北市那你花150整理，你相较之下你就能接受嘛，对不对高雄这个整理装潢的钱超过房价，快要80%了，莫名其妙那高雄的公寓还不够贵，你要花大钱整理那个钱超过房价1半以上了啦那
花不下去了哈，有没有很夸张？好啦，反正公寓它不是强势的产品，它是过渡用的哦。那你要是真没钱哦，就从公寓开始，没有不行哦，一样会有可观的利润，这个是真的哦。因为我印象中，我随便讲，高雄高雄武庙商圈健身公寓哦，这种标题很多嘛，对不对？你住高雄你就知道武庙在哪啊，就高雄武庙菜市场关帝庙那一圈，武庙健身公寓这个标题，我印象中武庙公寓，印象中。公寓5楼价钱，他们都怎么开？都开198、188这样。好不容易在一片200万以下，我看那个开比较高的，叫238啊，大概就是188的公寓真的有那现在武庙正常的公寓，因为你们还有法拍什么坪数很奇怪，那我们都不管还有1楼也不要看1楼他们都会当店面卖。以现在武庙商圈来说的5楼公寓正常也要400了，对不对？所以公寓会不会涨？会涨啊，而且还是翻倍在涨。但我不喜欢啊那你喜欢的话，你就自己去研究看看这样。